好的，各位，今天的开场影片呢，显然就是你各位可以看到的这一则影片的开场。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很自然就是814空军节的这一个状况。那什么叫814空军节呢？814空军节你可能都不记得它的故事了，但我们今天既然要讲，我们就要让各位记得。那今天呢，先给各位看一张毕业照。那这照片上47个年轻人，大多数人的头上被画上了十字架。这是中央航空学校第12期，毕业106人，殉国45人。他们的校训只有一句话，叫同归于尽。88年后啊，在抖音上面有87000个人给他们的先贤先烈献上鲜花，而在台湾呢，我实在不太确定还有人会庆祝814空军节。明天就是8月14号，各位先入座。今天的万事通事务所要从2026年8月13日空军节的前夜开始讲起。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是史上最悲壮的毕业照，校训就是同归于尽。毕业106人，殉国45人，传承法统的不珍惜，继承江山的却在献花跟真心的尊敬他们。我们会讲到中央航校，会讲到陈怀民，会讲到张大飞，会讲到齐邦媛，会讲到剑桥。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喽。那开场的这个影片呢，是高志航将军100年纪念所做出来的影片，是空军的军歌。然后影像的部分的提供是高耀汉、蒋德郎，那统筹是这个邱志，糟糕，我自己写字我自己看不懂了。那要感谢，还有剪接是小岛导演，要感谢这些人的投入。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在 YouTube 上面有他的这个完整的资料，你们可以再去看。那我们今天的定场诗要开始。一指誓言天地间，生机殆尽不生还。10万里外埋忠骨，80年来冷碧山。法统犹存香炉冷，江山易主寂烟然。今宵且问长空月，魂兮归处可曾安？那我先跟各位讲，今天这一集的制作呢，其实不单纯是为了814空军节，是我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呢，我在刷手机，那滑到抖音。那这个不好意思啊，有的时候刷抖音就是很容易着迷。那但是我看到一个影片，这是今天整集的开始。演算法推给我一支影片，标题写着"请停留3秒，向长空英烈陈怀民献花"，87000个赞，12000条留言。2300个收藏，1200次分享。陈怀民是谁？陈怀民是中央航空学校第5期毕业生。1938年4月29日，武汉上空，那天是日本天皇的生日，日军派出大编队空袭武汉，要给天皇一份生日礼物。中国空军跟苏联志愿航空队升空拦截，打出了抗战史上最有名的429空战。陈怀民呢，在这场空战里面，他先咬下了一架敌机，然后被5架日机围住，座机中弹起火。那个时候他其实有选择的，他的高度够可以跳伞的，但他没有跳，他把操纵杆一压，翻转机身，直接对着日军王牌飞行员高桥宪一的座机撞了上去。2架飞机在武汉上空一起爆炸解体，掉进长江。
陈怀民那年22岁，他的人生就这么停格在那一瞬间啊！武汉的上万市民在地面看着这一幕。后来周恩来给他的题词是4个字，叫做义薄云天。据传他的女友王露露在得知消息之后投江殉情。那这一段因为没有办法确定，所以我只能说我们点到为止，因为光是这边讲的故事就够壮烈了。还有一个后续，我觉得比正史还要震撼。陈怀民的妹妹陈楠当年还是一个10几岁的少女，他们在高桥宪一的遗物里面找到高桥妻子美惠子的家书。陈楠做了一件事情，他提笔写了一封信，写给美惠子，一个哥哥刚刚被撞死的中国少女，写信给撞死他哥哥的日本飞行员的遗孀。信里面谈的是战争加在两国普通人身上的苦难。这封信2017年还被对岸的节目叫做《见字如面》搬上荧幕，又再红了一次。那为什么我要花时间讲陈楠这封信呢？因为他告诉你这个家庭这一代人的精神高度。哥哥用命执行同归于尽，妹妹用笔写下战争才是共同的敌人。一门之内，武到极致，人也到极致。这种人格是那个年代的中国最好的东西。而我们今天讲的12期，整期都是这种样貌的人。好了，现在在听直播的各位，我要问的问题来了。陈怀民是中华民国空军军官，他效忠的政府现在在台北，他的军装上面是青天白日。在今天2026年替他献花的87000个人在哪里？在大陆的抖音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机里，影片里面引用的最高倍数是周恩来，一个中华民国的烈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台上被献花、被致敬、被 AI 播报他的故事。而在中华民国自己的土地上，你去问10个路人，10个都不知道陈怀民是谁。这件事情很荒谬啊！我告诉你，这只是今天的开场而已。因为陈怀民牺牲的隔年前后，有一批18、19岁的年轻人，就是听着陈怀民的故事，走进了同一所学校的大门。那一起毕业106人，殉国45人。他们拍下了一张被后人称为史上最悲壮的毕业照。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从这张照片讲到2026年的今天，两岸各自怎么对待这些人。先把结论的方向告诉你，真相会很伤人，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这是很遗憾跟很无奈的事情。那你看看我后面的就是数字，而且现在应该还比你想象的数字还要再多了。那这要怎么说呢？真是很难说啊！我们先念一下今天的斗内，因为进到了第1章哦。那今天的目标活动是，如果你觉得今天说的故事好，前面记得这些人的牺牲，通过目标之后，我们就做一集被遗忘的823炮战纪念集吧。好像也没人记得了，什么东西都没人记得，这样要怎么打仗啊？来，这个 S3051024说，抗战初期空军用的是霍克3，然后 Sylvia Chang 说到了，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讲这个故事吧。要讲第12期，得先讲他们的学校跟他们校门口的那根柱子。1932年，剑桥，杭州东北边的一个小地方，中央航空学校在这里成立，校长是蒋中正兼任的。学校里面立了一座精神堡垒，上面住着校训。校训是什么？我看过很多全世界军校的校训，西点军校讲责任荣誉国家，日本的江田岛应该是士官学校吧，讲五省，都很庄严，都很漂亮。
但中央航校的校训是我看过唯一一个直接把死写成毕业要求的。他是这样写的：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没有修辞，没有转换，没有必要时，没有应避免未避免这些东西，他就是告诉你，你进了这所学校，你的身体、你的飞机、你挂炸弹，这三样东西啊，最后要跟敌人的军舰和阵地一起消失。这不是精神喊话，这是操作手册。为什么敢这样写？因为写的人知道中国的航空工业是零，飞机打掉一架少一架，买都买不到。而对面的日本呢，是当时亚洲唯一能自制航空母舰跟舰载机的工业国。你拿什么跟人家换？拿人啊，拿一条命换一条船，一条命换一个阵地。这就是1930年代中国空军的汇率。然后你看数字，中央航校第1期到第16期，总共毕业1672人，殉职殉国550位，1/3。战前毕业那几期，平均殉国年龄23岁，从毕业典礼到阵亡通知书，平均间隔半年。你毕业之后不到180天，你就会殉国。这个汇率有多残酷？我再给你一个对照。同时期的美国，一架战斗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救回来，换架新飞机在上。人家的人比飞机贵，我们是飞机比人贵，因为人还生得出来，飞机生不出来，所以校训才会把身体排在飞机前面，连排序都是很诚实。而陈怀民先烈就是这个校训的完美执行者，身体、飞机、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一个字都没有忽略。好，我们现在要讲这一根柱子的下落。剑桥的中央航校旧址还在，精神堡垒还在。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注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重点文物，而且那个地方今天是解放军空军的军用机场，一般人是进不去的。那台湾呢？台湾有一个复制品，在高雄冈山的航空教育展示馆里面。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你想象得到这个画面的荒谬了？这个画面是什么样子的状况？这个画面是复制的东西留在台湾。那这是中华民国空军最神圣的誓言。那但是这个最神圣的誓言却正本不在台湾了。原件在解放军的机场里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成重点文物保护着，而传承这支空军法统的台湾就一座复制品。历史的主体性在哪里？记忆的实体就在哪里？请各位先记住，我们最后一章会回来讨论这件事情。接下来要进入第2章了。那第2章我们要讲什么？我们把时间对准1937年。1937年是什么状况？1937年那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各位都知道，77卢沟桥事变，813淞沪会战，然后是8月14号剑桥上空，中国空军第一次跟日本海军航空队正面对决，高志航率队迎战，缔造了官方战报上的814大捷。这一天后来就成了空军节，也就是明天，也是那一年4行仓库800壮士。我们之前讲过那一集陆军的孤军，今天这一集你可以当成他的空军姐妹篇。就这样子，1937年年底，有一批年轻人做了一个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决定，他们去考航空学校。我要各位理解一件事情，
在那个年代，考航校难到什么程度？体格检查会刷掉90%人，视力、心肺、平衡感、反应全部要顶级。能考上的都是那个时代身体跟脑子都最好的一批年轻人，家里多半还供得起读书。讲白了，都是天之骄子。他要躺平，要逃到国外去，绝对可以苟活。但这些人如果不去当飞行员了，去到哪里都是人生胜利组。然后他们选择去考一所校训写的同归于尽的学校。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可以想一下，什么样的时代氛围会让100多个最优秀的年轻人抢着去报名一个死亡率1/3的职业？答案就是陈怀民们这些先烈立下来的标榜。1937年、38年，高志航、刘翠刚、陈怀民这些名字是登在报纸头版的。他们的死法不是悲剧，是号召。熊熊烈火焚我残躯，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的这种号召。上一代用密付出写广告，下一代看着广告进学校。这一批人就是中央航校第12期。入学的时候呢，大概有120人上下。这时候学校呢，已经因为战火从剑桥一路内迁，最后落脚云南昆明。他们在昆明受训，躲着空袭上课。1941年2月10号毕业106。然后他们遇到了一个比日本零式战斗机还荒谬的敌人啊！你没办法想象会遇到这种状况啊。来，我们再念一下我们的抖内啊，刚刚还有一个什么清德傻逼是不是？谢谢你抖了一个贴图。来，乙说到了，希望你今天没有接生很辛苦啊。Mirror 上谢谢你的抖内。新区猫头鹰说朱大晚上好，快闪抖内一下，晚一点看回放，谢谢。EOOCOO 说朱大晚安。富泰科涨价，我买的锂电池财报公布后又赚了，好。希望你多赚一点钱呢，也希望大家有空听我直播的时候可以开心的拿来当做投资参考。我希望大家都赚钱，大家都开心，好吗？来，我接下来要讲1941年2月10日，昆明第12期106个人毕业了，然后他们站在机场上面，就像我们的背景图一样，他们站在机场上发现一件事情。没有飞机，不是飞机不够新，不是，是没有飞机飞，也不是飞机性能落后，是没有飞机可以分给他们。在听直播的各位，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苦读4年，冒着明知会牺牲的危险考上台大医科，实行完领到执照，结果卫福部告诉你全台湾医院都被炸光了，听诊器也没了，你先回家等通知。第12期的处境就是这样，而且比这更惨，因为他们等的不是工作，是报仇的机会，是为国复仇雪恨的机会啊！为什么会没有飞机？2个原因。第一个，零式战斗机。1940年代日本把零式战斗机投入中国战场。这架飞机的航程、爬升、回转全面碾压当时中国空军手上的苏制的伊-15、伊-16，碾压到什么程度？零式来了，中华民国空军的战术从拦截改成疏散，听到警报，能飞的先飞去后方躲起来，因为升空拦截等于送头，制空权整个让出去，当时连美军都拼不过零式战斗机啊。第二个，苏联断供了，他断了援助。本来中国空军靠苏联航空志愿队跟苏援飞机在撑，结果1941年4月，苏联跟日本签了苏日中立条约，各自安好，互不侵犯。苏援断了，志愿队也撤了，没有了。那个江疏一大使有讲过啊，当年的苏联的志愿队啊，要一路从西伯利亚那边飞到华中啊，那个路上都没有灯，他们飞就迷路，有的就栽在路上了。
所以当年的难度也很高，但后来真正的问题就是断源了，所以没有啦。所以1941年的中国空军是什么状态？老飞机打一架少一架，新飞机一架进不来，新的飞行员一批一批毕业，然后排队等一架可以让他们去死的飞机。我给你几个数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碾压，什么叫做性能技术的碾压。零式的航程超过3000公里，可以从台湾飞到重庆上空绕一圈回家。当年中华民国空军手上的E16航程就600公里，一起飞就要想着油够不够飞回来。零式的回转半径小到日本飞行员自己都说像在跳舞一样，而E15是双翼机。各位，1941年呢，我们最精锐的人唯一能开的是那最老旧的一次世界大战的双翼机，跟人家单翼全金属的零式对打。这不是代差，这是隔了一个世代的物种差异。所以疏散不是懦弱，是算术。升空拦截你交换比1比10都换不到。结果我讲白一点，这就是校训的第二层残酷。第一层要你同归于尽，第二层是连让你同归于尽的工具都凑不出来。怎么办？转机来了，美国人出手。租借法案通过，陈纳德在组飞虎队，而更重要的是，美国愿意直接帮中国训练飞行员，用美军的基地、美国的教官、美国的飞机，于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下来了。第12期整批送去美国，106个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中国年轻人，分成3批横渡太平洋。而他们要去的地方叫做亚利桑那州，也就是现在台积电在盖厂的那个州。那一群人呢，去了就会变成中华民国空军最精锐、最厉害的飞行员。1941年到1942年底，那第12期的学员分批抵达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附近。2个基地，一个雷鸟基地，一个叫 Loofield 陆克空军基地。沙漠了，仙人掌，红色的山，一群平均年龄22、23岁，大多数这辈子第一次出国的中国年轻人，穿上美式皮飞行夹克，开始飞美国教练机。这里我要讲一个人，你一定在台湾，你一定也没听过，郑兆明，广州人，22岁。这个人的求学路线你听一下，在杭州剑桥入学，学校被炸，跟着学校徒步内迁，走到重庆，再到昆明毕业，然后横渡太平洋到凤凰城。1942年5月4号，美国 Life 杂志生活杂志把它放上封面，封面上就是一个年轻的中国飞行员的脸，然后配的标题大意是这位严肃的年轻航空学员为了他的学业走过了好长一段路。美国人当时看这个封面是励志故事啊，我们今天回头看有另外一种滋味。一个国家的空军要靠20岁的孩子走半个地球去学怎么保卫自己的天空，然后就是那张照片。第一批留美的学员完训的时候，跟教官拍了一张毕业合照。照片上有40几个人穿着飞行装，站得整整齐齐，每个人都在笑，青春无敌，鹏程万里。后来这张照片被人家一次又一次的拿出来，每确认一个人阵亡，就在他头上画一个白色十字架，病故的画红色十字架。画到抗战结束的时候，照片上绝大多数人头上都有十字架，活着看到胜利的只有极少数几个人。这就是被后人称作史上最悲壮毕业照的那张照片。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我还做了一张动画，那你看着背后的十字架就好。这一段我不需要多讲，我们顺便讲一下淘汰率，让你知道这384个人是什么样子的成色。
整个抗战期间呢，中国送去美国受训的飞行学员有1242人。美国教官不管你是谁家孩子，走了多远来这边不合格就洗掉，转地勤、转输运、退训，最后拿到完训资格的384人，30%。也就是这一群人在中国呢，先用90%的淘汰率跑进航校，在美国又被砍掉70%，剩下的才有资格回国送死。在听直播觉得自己考试、考公、考研很累的各位，这个筛选漏斗你自己感受一下。这里我要给各位看一份独家史料，那这个也是我之前在做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个江疏义大使之前上过我们节目的江疏义大使，把家里珍藏的老照片自己修复好，提供给我们今晚播出。照片上这位穿飞行夹克的年轻人是江大使的大舅张俊成，湖南醴陵人，中央航校的学生。注意，他是第12期这一期的学弟哦。因为1944年、45年才奉派赴美，学的已经是 P51野马。然后历史跟他开了一个最温柔的玩笑。受训结束的时候，日本投降了。各位听懂这个对照吗？同一条生产线，早3年进去的第12期兑现的校训，45个人变成十字架；晚3年进去的张俊成们练完了，受训完了，通过了严格的考验，战争结束，不用牺牲了。他们是这所学校第一批不用同归于尽的毕业生。第12期用命换来的，就是学弟们可以活着把飞行服脱下来，回长沙拍全家福。这就是那45个十字架的意义，比任何纪念碑都具体。然后这一群人呢，回来的时候是怎么飞回来的？飞驼峰航线，开着崭新的 P40、P51，从印度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回中国。那条航线本身的死亡率高到被称作驴谷，因为那个第一个空气太高太稀薄，很容易失去升力。第二个就因为这样，所以底下摔了一大堆飞机，山谷里摔的飞机残骸在阳光下面会反光。最后补一条线，各位听一听，当年训练第12期的陆克空军基地今天还在。今天在那里受训的有中华民国空军的 F-16飞行员，从1942年到2026年，同一片亚利桑那州的天空训练着同一面军旗下的飞行员，80几年，这条血脉没有断过，只是台湾还记得这条线起点的人快没有了，因为现在去亚利桑那州的人是我们台积电最精锐的工程师，而他们多半在考虑要不要留在美国。这件事情就很值得思考。来，我们接下来要讲一段故事啊。如果你很容易掉眼泪的话，我强烈建议你把卫生纸准备好。来，坏掉龙九说，不过什么战役最惨的一定是听令的军人，什么都不知道就吃炮弹的百姓，只有无德政客吃香喝辣，请支持下水道格炸版单人阿尔巴老猪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猪祝福打气，谢谢。这个 Hi Long Chang 4011说，感谢朱大带大家回顾抗战史上重要的篇章，期待823纪念纸。我真的觉得很无奈啊！妈，我就是一个仔仔，我是电机系毕业啊，结果我现在在跟你回味抗战史啊，为什么没有其他人做？我不知道，别问我。别问我。来，我们接下来要讲张大飞了。这一章我们不开玩笑，因为人生你要到了一定的程度，你才明白张大飞的这一个内容有多么的哀伤，多么的无奈。但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走。什么意思呢？我要讲一个人的一生呢，他叫做张大飞。如果你读过齐邦媛老师的《巨流河》，你会知道这个名字。
如果你没读过，今天就记住。张大飞是辽宁营口人，他的父亲张凤起是沈阳县的检察局长。918之后啊，东北沦陷，张凤起利用职务暗中接济抗日志士，放走被捕的人，事情败露，日本把他抓起来，在广场上浇上汽油，当众活活烧死。那一年呢，张大飞13岁，他跟着流亡学生的队伍，从东北一路逃到关内，逃到南京，被边境为东北流亡子弟办的中山中学。在那里啊，他认识同学齐正一的妹妹，一个小他几岁、身体不好、爱读书的女孩，叫做齐邦媛。两个人开始通信，从他12岁写到他20岁，100多封信。1938年呢，19岁的张大飞做的决定，报考航校，他考上的就是中央航空学校第12期。各位现在懂了吧？第12期的106个人不是抽象的名单，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一个张大飞，一个有牵连、有挂念、有一个写信对象的年轻人。他是第一批留美的44人之一。亚利桑那完训回国，加入陈纳德的麾下，隶属美军第14航空队系统的中美混合部队，开 P40、P40、P40，机头画着鲨鱼嘴。他打过很多仗，他在信里跟齐邦媛谈信仰、谈生死、谈他不敢谈的感情。他写过一句话：我无法把自己的未来许给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1945年5月18日，豫南会战，河南信阳上空，张大飞为了掩护僚机，被日机击中殉国，26岁。那一天呢，距离日本宣布投降只剩2个月又28天。他留下了一封诀别信，是写给齐邦媛的哥哥的。信里交代把这些年齐邦媛写给他的所有信全部寄回去给他。为什么？因为要还给他这些信，让他有一个念想。为什么需要这个念想？因为他根本早就知道自己再也回不来。而那一天呢，距离日本宣布投降只剩2个月又28天。写给齐邦媛哥哥的信里面还有一段话，我原文念给各位听。8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7个人都走了。3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他数得清清楚楚。一个一起考进去的同伴走了7个。他不是不知道结局，他是看着结局一格一格逼近，然后继续起飞。这就是校训的意思，这就是同归于尽4个字落在一个26岁年轻人身上的重量。1999年的齐邦媛到南京紫金山抗日航空烈士公墓，在编号 M 的那个碑上面找到了那个名字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1918到1945。他在碑前站了很久，后来他把这一切写进巨流河，感动了两岸无数的读者。2024年3月28日，齐邦媛老师在台湾过世，101岁。他生前拒绝把巨流河改编成影视，他说那段历史的重量镜头扛不动。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现在都不在，信还在，碑在南京。但如果你看了那个内容，他写给齐邦媛的
哥哥齐正义的信里面有写一段话，请你委婉劝方圆忘了我吧。你知道为什么？张大飞跟齐邦媛本来都互相仰慕的，这两个人不能说门当户对，而是互相写了100多封信。但是张大飞知道自己终有一天必然与敌共存亡，所以他不敢爱。齐邦媛因为张大飞这个样子，他也不敢说。双方的状况是爱而不得。你明明知道这两个人爱，但是命运跟历史就硬生生的要把他们扯开来分离，而距离可以有一个美好大结局，只差2个多月的时候，张大飞就像他自己的预感一样，就这么离开了。齐邦媛老师一辈子，他说他流泪就是因为张大飞。那这就是一段我们后世人都很难想象的故事，是明明双方都各自有了情愫，但是一方因为家国情怀不能爱人，另外一方面因为他知道这个爱必然会落空，他也不敢说明，然后就此抱憾终生。我们这个时代大概不能理解这件事情，所以1998年河南信阳日报曾刊出当地寻访张大飞坠机处之报道，迄今遗骸没有寻回，而巨流河就是描述的这一段的故事。那是张大飞这一段爱情啊，是齐邦媛老师这么低调温婉的故事里面最主要的情感线。那他在两岸都销售非常非常好，估计数十万册。2024年3月28日，齐邦媛老师逝世，他把这个爱也跟着一起带了进去。所以啊，你说感不感慨？很感慨呀，爱而不得，爱而不能开口，甚至终身遗憾。为了国家，私人的小情小爱，到底是不值得不敢讲，还是怎么样呢？谢谢 TikTok 又封了我整场直播的推广，但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讲是给别人听的，不是给 TikTok 的网友听的，因为 TikTok 不准我讲。来，第6章我们要讲的是林徽因，我们让一位诗人来讲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林徽因，建筑学家、诗人，人间四月厅课本跟连续剧里的她，是才女，是沙龙议论的中心，但很少人知道她这一生写的最后一首长诗是哭她的弟弟林衡。林徽因同父异母的3弟，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念机械。抗战爆发，他放下学业，考进中央航空学校第10期，比第12期早2期的学长。那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的故事？我不知道啊。我们继续讲下去。1941年3月14日，成都双流日机来袭，林衡驾机升空拦截，在空战中阵亡，25岁。林徽因那个时候在四川吕庄肺病缠身，躺在床上，家人瞒了他很久才告诉他。3年之后，1944年，他在病榻上写下了哭3弟衡。这首诗我念几句给各位听啊，你们听的时候要记得，这是1944年写的。他写说：弟弟，
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最后他写了2句，而万千国人向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1944年了，仗都还没有打完，林徽因已经预见了，他已经知道这些20几岁就在天上烧成流星一般的年轻人会被忘掉。他连时间表都不用写，因为他知道遗忘不需要时间表，遗忘是预设值。写完这首诗，林徽因基本上封笔，此后再也没有像样的诗作。一个诗人最后的诗是一个问句：你死是为了谁？82年过去的2026年，我们今天把这句诗拿出来，一个字都不用改，这就是杜鹃气息。你用你人生最伤悲的声音哭出了你最深沉的沉痛之后，从此惊恐不言。它不是哀悼，它是预言。而且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对答案。这个预言在海峡的哪一边应验了，在哪一边被推翻了？来，Natasha 说超爱巨流河，我也很喜欢巨流河，但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一集的目标到现在我都讲快超过一半了，连才勉强打成一半，好吧，就这样，我们继续往下说。而且今天的同上也特别少，所以我说嘛，历史会忘记的东西，我们不敢奢求所有人要记得，我们只能说我们会替大家记得。做了这一集，留在网络上，有一天查814的人会看到，也许明天会有更多人想起来，但我不要在明天做的原因，就是今天晚上前夜祭还值得做。来，我们回到第12期，106个人，殉国45个，那活下来的61个人后来去哪里呢？答案是他去了3个世纪。大部分人1949年跟着政府来了台湾，继续在空军服役，在冈山教书，在桃园新竹的基地待命，然后老去凋零。他们是台湾眷村故事的一部分。少部分人留在了大陆，还有极少数人最后落脚在香港。今天我要讲的是在光谱两边最极端的2个人，他们的人生一个比一个更像小说。第一个人叫做邢海凡，四川哪里的人？四川阆中人，这个字很少见。他是第12期第2批留美的27人之一。那在美国完训之后，他就回国了，边境中美空军联合混合联队第3大队，开 P-51野马，多次飞驼峰去印度接新飞机回国，跟日军空战有击落记录，标准的抗战英雄履历，对吧？重点来了，1947年他在南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天安门上空飞过一个 P-51野马机编队，接受毛泽东检阅，带队长机的飞行员就是邢海凡。在听直播的各位，建国大典上飞越天安门，你咀嚼一下这个画面，一个蒋中正当校长的学校教出来的学生，开着美国援助中华民国的战斗机奔过天安门，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压阵。历史的冲突与幽默，写剧本人都不敢认真这样写。邢海凡呢，后来成为解放军空军的建国元老之一。1998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第2个人叫做陈炳敬，福建
莆田人第12期第一批留美44人之一，对，他就在那一张毕业照里面。回国之后呢，他被拨入美军第14航空队第23大队75中队。请注意，这是纯美军中队，他是里面极少数的中国飞行员，正牌的飞虎队成员。1943年，他在空战中被击落，跳伞被日军俘虏。接下来2年，他被关过河内、上海、南京的战俘营，受尽折磨，活着等到了胜利。战后，他留在中华民国空军，官拜驻菲律宾大使馆武官。1963年退役之后，定居香港做贸易，然后他就这样低调、安安静静的活着，变成一个普通的生意人，活过了所有同学，活成了最后一位华人飞虎队的队员。2022年12月22号，陈炳敬在香港病逝，享年102岁。那一天过后啊，中央航空学校第12期，1937年那批听着陈怀民的故事走进校园的天之骄子的106个名字，在这个星球上一个都不剩。至于来台湾呢，大多数人呢，他就是各位长辈记忆里面冈山眷村说的各省口音的那些老伯伯呀，他们教出了台湾后来几十年的飞行员，然后在报纸的布文版上一个一个消失，布文上通常只有一行：空军官校12期，没有新闻，没有专访。台湾社会欠他们的口述历史，大部分永远来不及做了。冲天2015年开拍的时候，导演就被警告，能采访的人快没有了。10年后的今天，是真的没有了。题外话，这个我的 AI 特别要求我要感谢冲天，因为一开场那小小一张的这个第12期中央航空学校的这个合照呢，是我的 AI 从冲天里面挖出来的。同一期的同学呢，有人葬在南京的烈士公墓，有人葬在台湾的军人公墓。应该我也去过空军公墓，有人的骨灰在北京八宝山，有人在香港的灵辉阁，4种墓碑，一样的教训，一样的校训。我们做了第2个动画，就是后面那个动画，一条时间线，从1941年毕业的106到1945年的61，到1998，到2002，到0。你看着这个数字静静的归零就好，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告诉各位到底应该怎么样。数字归零之后，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谁还记得他们？下一章对答案。来，我们第8章要讲的是香火。现在2026年了，我们来对答案吧。林徽因的预言说：“万千国人向你忘掉，你死是为了谁？”在海峡两边各自应验了多少？先看海峡的对面，就是各位大陆网友现在居住生活的地方。南京紫金山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2024年4月，他们做了一件过去80年没有人做完的事情，首次对外公布完整的中国籍抗日航空烈士名录，1468个人，含姓名、籍贯、生卒年月，之后持续刊物补科，2025年补到1470人，连同美籍2605人，苏联籍236人。纪念碑上总共4313个名字，第12期殉国的那45个人就刻在上面，张大飞的名字就刻在上面。因为刻在上面的原因，是因为张大飞的遗骸至今没有找到，就算要埋葬下去，也是一个衣冠冢而已。所以齐邦媛1999年痛哭的那一块 M 碑，
现在有专人维护，有导览，有络绎不绝的献花。杭州剑桥醒村爱国馆2015年设立，持续营运。然后是民间，张大飞的故事在抖音上有一支影片，78万个赞。陈怀民就是我们开场那一支，8.7万个赞。B 站上有人做他们的传记影片呢，留言区一排一排的蜡烛。这些影片的观众是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轻人。他们的政府当年跟这些烈士的政府打过内战，但是这些年轻人在荧幕前流的泪是真的。看看海峡这边呐，就是老子在这一边呐，看传承这些烈士法统的中华民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台湾拍过一部非常好的纪录片叫《冲天》，2015年张昭维导演，讲的就是这些飞行员。豆瓣评分9.3分哦，17000人打分。注意，对岸网站给的9.3分，而这部片在大陆还不能公映呢。那结果在台湾呢？台湾的票房用报道的原话说，叫做捉襟见肘。YouTube 的官方频道上架9年。观看数98000次，我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一部讲中华民国空军的片子，在中华民国9年98000次观看，张大飞在抖音一支影片的领头。冈山呢，空军官校旁边的军史馆跟航空教育展示馆。我们动稿之前查了一次公开资讯，找不到第12期的专题展。我先把话讲在前面，如果有是我们查证不足，因为我最近钱不太够，我没办法特别买个来回的高铁票加上计程车去那边一趟。如果有是我们查证不足，欢迎在听直播的各位到现场拍照打我的脸，我下一集道歉，跟大家说我错了，更正。但是你需要特别去查证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是答案了。这里我还要补一刀美国的对照组，让你知道正常的国家怎么做这件事情。英国每年9月有不列颠空战纪念日，皇家空军教堂会念名册，首相会出席。丘吉尔那一句“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亏欠这么少人这么多”刻在纪念馆里面。美国的 Tuskegee 黑人飞行员国会金质奖章专属国家历史遗址，好莱坞拍了2次电影。人家对自己的空战英雄是立法给地进课本，而我们对自己的空战英雄呢，是你要 Google 很久你才找到他们葬在哪里。最后看空军节814就是明天了，2015年呢，马英九总统亲自主持空军节活动，发表抗战谈话。到了前一位蔡总统呢，变成脸书发文感谢国军。到现在这位赖校长呢，2025年的814总统的公开行程是没有，他那天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国防部当然发新闻稿了，写得很漂亮，说缅怀先烈，永志不忘。各位，套用本事务所的老公式啊，当官方新闻稿跟你说永志不忘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已经忘了啦。真的记得的人不会只发新闻稿啦。好，我们现在把两边摆在一起看。本来我下笔的时候，我要用记忆争夺战来讲这一章，说对岸在抢我们的历史，说我们要夺回诠释权啊。我讲稿都打好了，但是我把所有的资料汇整在一起之后，发现靠腰，台湾的国家、台湾的国防部、台湾的行政院、台湾的总统府根本没有要这段历史，没有啊，所以我框架错了嘛。抢，对岸没有抢啊，是我们的政府自己不要了。
你不能把自己丢掉的东西说成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一章真正的结论很简单：传承法统的国家不珍惜，继承了领土跟人民的政权，反而在珍惜。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说一声谢谢。我还真心感谢海峡对岸那万千个在荧幕前面献花、点蜡烛，在纪念碑前放菊花的普通人。政权是政权，人民是人民，是这些人民没有断了这些烈士的香火，香火没有断，只是烧香的换了。而且人家是真心尊敬我们的这些空战英雄。我来再念一下斗内啊，这个出口物，谢谢你的斗内，你今晚上没有值班，有赶上，是不是？东北街黑丝交流协会说 YT 有片源的，点击6000多。你看这多么悲哀，多么无奈。哎，来看看，我们把数字整理出来，你要怎么说呢？你到底珍不珍惜？你到底爱不爱？我坦白讲，我实在看不出来，我怎么有脸有资格讲说，哎，中国大陆在抢我们的抗战史？看你自己不要了啊，你要怎么办？不是我们什么被抢，而是台湾自己把它丢掉了，干嘛课本都没剩多少了？我打赌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高志航是谁啊。好了，讲到这里啊，事情其实已经很清楚。我们把今天的内容稍稍做一个整理。一张毕业照，一句校训，106个名字，45个十字架，一封诀别信，一首诗，一个2022年在香港归零的数字，然后是2026年的现实。南京在补科这个名字，抖音在献花，冈山没有专题展，总统府没有行程。今天这一集啊，我没办法给你一个温暖的结尾，因为真相总是伤人。今天的真相有3层，第一层，这些烈士们效忠的中华民国还在，就在台湾，国号没改，军旗没改，空军官校还在冈山每年开学，法统呢一路传承下来了，但是传承法统的这个国家已经不想记得他们了。不是做不到，是不想。一个选举可以花几十亿的政府，拨不出预算做一个专题展；一个天天喊守护台湾的总统，抽不出1个小时出席空军节，这不是能力问题，这是意愿问题。这些烈士身上有2个原罪：第一个，他们是中国人认同，他们是国民政府，在今天的政治正确里面，这2条都不利于选票，所以他们被安静的、行政性的、不留痕迹的放进了仓库。第2层，真正给他们烧香的是他们当年拼死抵抗的那个政权底下的人民。注意我的用词，我没有说那个政权。北京当然有政治目的，我们又不是第一天升到这个世界上面来。统战当然是他的必做的事情，算盘打得啪啪响，我不会否认。我们这个频道讲了几百集，不需要你提醒。但是那些在抖音上停留3秒献花的那87000个人，在纪念碑前放下菊花的那个年轻女生，
他们不是统战部派来的，他们的眼泪是真的。对一个22岁撞向敌机的年轻人的定义是真的，人民的香是真的一束馨香。讲到这里，顺便回应一种一定会出现的声音：朱大，你这一集是不是在帮对岸统战？正好相反，我把统战的机制拆给你看，才是真正的历史真相。对岸为什么要剪这段历史？因为免费，因为好用啊，因为中华民国把它弃置在路边啊。真正最高明的统战是不是编故事，是剪你不要的真实故事。你要让这招失效，你要说什么抗中保台，方法不是骂他剪，是你自己剪回来嘛。我这一集的工作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啊。而且我跟各位打赌，那明天8月814，你看看赖校长会不会去参与出席814空军节？那明天还是汉光演习结束的那一天呢，有没有搞错？第三层也是最严重的那一层，等价交换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遗忘，你今天选择不记得，明天就由记得的人来定义历史。台湾彻底放弃了这段记忆的诠释权，那么这段历史就会用对岸的语法来被书写。陈怀民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张大飞是中华民族的忠魂，中央航校是中国空军的摇篮，每一句都对，但每一句里面中华民国都缺席了，而且是你自己选择缺席的。再过20年，全世界讲起这段历史就只剩那个版本，这就是代价。遗忘的账单不会寄给遗忘的人，会寄给被遗忘的人跟他们的后代。林徽因在1944年问：万千国人向你忘掉，你死是为了什么？82年后，这个问题有答案了，而且比他想的更残酷。他们的死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后来不要他们的国家，记得他们的是一个他们当年没有选择的政权底下的人民。有同学会问，那我们能做什么吗？我给3个具体的，不含口号。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我们能做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意，不会因为现在的政府不想他们、不爱他们、忘掉他们，而我们就不做。第一个814这天呢，你可以把这一集转给一个不知道张大飞是谁的人，一个人就好。让他们知道有这段故事，有这段历史，有这些人的牺牲。第二个，如果你有机会去冈山，不要只买豆瓣酱，不要只吃羊肉炉，你进航教馆去看那座布置的精神堡垒，站1分钟。顺便帮我确认一下，到底有没有第12期的专属展览。第三个，如果你家里有空军长辈的，趁还来得及，把他们的故事录下来。口述历史这种东西，国家不做，我们自己做。这不是情怀，这是抢救，是跟时间抢。你要有东西交给下一代。而且我告诉你，真的有人在做哦。今天这一集的独家照片就是这一张，是江淑一大使自己把珍藏的老照片修复好送过来的，他特别给我，他说可以拿出来用。这是1948年在长沙拍摄的全家福，还有舅舅张俊成刚那一张在美国受训的留影。江大使跟我们
分享了照片背后的故事。他跟舅舅相处的时候啊，才4岁，4岁的孩子记不了太多事，他只记得他都是这样看他舅舅。那舅舅的丰功伟业是后来的爸爸妈妈一遍一遍讲给他听的。舅舅有多帅气呀、舅舅在美国开的是野马式战斗机啊，舅舅怎么去亚利桑那州啊？他的童年就是这样仰望着那个帅气的舅舅长大。后来1949年前后，他的父亲从青岛的海军官校回来，把他们一家人从湖南醴陵接出来，带到了台湾。一个空军的舅舅，一个海军的爸爸，这段记忆呢，就这样跟着这个家庭度过了海峡。在听直播的各位，这就是香火最原始的样子。香火的最小单位从来不是国家，从来不是纪念馆，是饭桌啊！是你的爸爸妈妈把英雄的故事讲给一个4岁的孩子听。国家的纪念会断，政权会换，但饭桌上的故事只要有人讲，就会一直传下去。80年后啊，那个4岁的孩子成了大使，把照片一张张修复好，拿出来给更多人看。他传给我，我就把他的故事再传出去。国家可以忘，家庭没有忘，血脉不会忘，这就是在台湾民间的香火。所以海峡这边至少有今晚的我们，不是一句漂亮话，是江大使已经做给大家看了。虽然今晚的我们人还真是少，妈400多人而已，比我在讲汉光演习时候人他妈少1/3呀。但是没有关系，有多少人我们就做多少事。我等一下还会从我谨慎的小钱包里面抠出一点钱来替这一集下广告。因为我希望有更多人看到，我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知道。明天就是814空军节，我猜不会有国家级的纪念，因为汉光演习明天结束。当国家选择遗忘的时候，至少我们选择记得。海峡那边有万千个，海峡这边至少有今晚的我，至少今天在这个直播间，我们把106人的故事讲完了一遍。香火没有断，只是烧香的人换了，而下一炷香呢，在我们手上。那最后要传给谁呢？我不知道，各位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啊！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啊，我很多时候我明知道流量不会好，但是故事好，跟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欠他们那个世代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我还是要做。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我家的爷爷就是烈士，他现在还在忠烈祠里面。我其实很清楚，那个世代的烈士那么努力牺牲，其实不是为了让大家记得他。真正的烈士是希望下一代、下下一代、下下下一代永保安康，活在太平的世界里面，甚至不需要记得他。因为只有在动荡的世界里面，才会再想起烈士。而烈士希望你平平安安，希望你永保安康。所以我觉得今天做这件事情有意义。也谢谢出购物抖内的10个会员。这个出购物说很努力的拼到下班就冲了上来，非洲人准备接会员。然后也谢谢 NWTDBSSB 送了芒果刨冰。然后 TLTW 说谢谢老朱永志不忘补足，那我们就可以做这个823炮战。Tony Chu 说今天直播要顶上去，大家尽力。我也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讲。
啊，对了，网友提醒我，接下来要贴我的狗皮膏药了。各位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好呢，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去对不起，我讲错了，可以去抖内，这个我有绿界、支付宝、微信、PayPal 等等等等。谢谢 L 小戴努力的帮我们催按赞，有350个赞。那个网友问说：“我爷爷是谁？”共产党有记载他的事迹，那你去查就知道了嘛。我怎么有办法把你手把手带着去？子孙不孝啦！我每次提我们家的烈士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好了，谢谢台湾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在 TikTok 上面抖内，苏生泰也谢谢你，走走也谢谢你，还有乱世魔羊、拍泥缸搞肖郎也谢谢你的抖内。那个 K Sharp 说：“朱权，你信不信国民党党团估计都不会纪念？你不要问我信不信，我根本从头就不觉得他们会纪念，我从头都不觉得他们会纪念。” L 小戴说：“路西法，你有没有考虑过做一期关于你英雄爷爷的节目？”等等我，实际上我还从来没有回到老家烈士陵园去看过我烈士爷爷的墓，所以目前还没有资格。等我回去过再说。Dakora 6说向烈士们致敬。袁说抖内达标了吗？有，已经达标了。因为刚那个妹跟那个 Tio 都已经抖内达标了，所以我们就做一集那个823吧。我823还想做一个推导，就是823的BB 力说阿仔可能不知道，从今年开始，随着大量永鹰号陆续交付冈山空军使用，飞机每天频繁低空掠过市中心，噪音破百分贝，严重扰民。现在已经有30个里排队等着做噪音监测。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还会对空军有好印象吗？这些大概就是民进党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啊。鲁鲁米说：“我加入公仔了，希望多一点 Odyssey 跟东野圭吾之类的节目。”我跟你讲，我一定会回去，因为过去100年以来，我们家族所有的记录、所有的资料，从来没有说明这个我爷爷为什么最后是举枪自尽。我不清楚啊，我查遍所有资料，因为你如果去看那个史实的话，他都最后是弹尽援绝，被包围，然后叫他身边的人快逃，他自己留了一颗子弹给自己，他是举枪自尽的。那留下了我奶奶跟他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那我们家族从来没有解释，也没有人告诉我答案，到底为什么？我真不知道。所以没有解释，因为他当时身边只剩一个人，那个人后来不知所踪，所以所有后来为什么他要举枪，为什么自尽的所有东西都是辗转流传下来，所以我不清楚为什么。那而且，后来日军很给面子，后来日军是跟他们的我们这边的游击旅跟他们那边人是换师啊。就是把他们俘虏的一个中尉跟一个活的俘虏交换，然后再把我爷爷的尸身带回来。
威尼斯2025说，赞助初大823，对日抗战死伤的国民党军被遗忘，823守卫台湾的军人被遗忘，还会说那是国民党战争，而且台湾就没有好好的照顾金门人啊。金门人那个时候83炮战打到当地耆老说整个地面都是血腥的味道，后来种不出东西来，你知道吗？就台湾人现在我跟你讲，一堆青鸟在那边骂台湾人啊，不骂金门人。好，谢谢谢明公。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目标达成了。好了，但是我们就这个 VHH Why York 1834啊，我们看看有没有人懂内也可以念出来的。哟，今天怎么这么多人？这个网友说凌云御风，青春无敌，他真的无敌啊！这些人通通留下了最后的资料之后就这么走了。然后谢谢什么 H 斗内，然后也谢谢这位什么怡，也谢谢你的斗内，然后这个 A 什么一说谢谢朱大，让我们知道这些先贤先烈的故事。我是真的觉得，明知必死，你还是要去，真的很了不起。那白小洛说，朱大开始说了那么多故事，我都没哭一句。他们原罪是中国人认同，我眼泪一下就飙出来了，好难过啊，心好疼啊！但是你对他们来讲是敌人啊，这怎么讲呢？没得讲，好不好？然后上次委托我们做那个游戏那一集的网友说，保家卫国的军人永远值得纪念，感谢朱大。我看支付宝有没有呀？对啊，我真的觉得，你好歹要感谢一下金门人嘛。而且后来大家对金门人照顾也不好，所以变成金门人很多人跑去厦门买房，在那边收租。结果你现在又说，哎呀，你这些人都通共啊！啊，对他们来讲，他们的根其实不在台湾啊，因为你台湾没有对他好，他金门战地政务搞他妈20-30年都在戒严呢，那边的女生都要当兵。来，这个什么强说老刘今天顶着钢盔给你捐一个啊，有老刘，我谢谢，我收到你的斗内了。所以啊，金门人是厦门大房东，你不知道吗？是啊，所以你现在你怎么有脸讲金门人什么通共，或者金门人怎么样，我们就送给对岸好了，你说不出口的。这个我真的觉得啊，算了，我们都说老实话，都说这个公平话，但是怎么说呢？随便哦。金门坦克不是当过兵，是他那个时候战地政务，他就是要成为自卫队的队员啊。对啊，所以好了，来，今天呢，我们还有准备一个我朋友提供的，他当年帮空军做的影片，一边当做我们的背景，我们一边请大家投票。来，所以今天的内容呢，你觉得脚本写得好，说的也好的，请投1；然后你觉得脚本写得好，讲得不好的，请投2；然后你觉得脚本写不好，讲得也不好的，请投3，好吗？今天就在这么少人的一个状况下呢，讲完了这一段值得尊敬的故事。战争没有赢家，但遗忘战争的国家绝不会是这样。
那小女生唱歌唱的蛮可爱，是不是？希望我不会中那个版权炮。哎，所以你也不要讲啦。那个，我跟你讲，很多人就不懂网络，然后他在那边讲说什么，哎呀，韩国现在支持度跟知名度大增啊，废话。忽然之间多了40%人支持你，支持度跟知名度不会大增吗？那些人是什么？绿营的韩导支持者，他到时候投票绝不会投给你，好不好？还有 Mirabel， 好久不见了，谢谢你今天。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把今天这一集传给一个从来没听过这一段故事的人。好吗？那我觉得这是可以做的事情，那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啊，那有一些不懂网络人就在那边跟着瞎起哄，说哇，太棒啊，我们得到了很多支持。哎，不讲，多讲多伤，也没有必要讲。所以咯，今天我们就感谢各位的抖内。那后面抖内的人，我们就把你的那个抖内拿来做这一集的广告好了。我下3000块丢广告出来，好吗？我们这一个最后面的歌呢，还剩40几秒，那就继续跟大家聊。哦，还有2个赞就跟接近400啦。所以谢谢 L 小戴，但是你的电脑上面有一个那个我们的熊头，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Mars VIP 说朱大赶紧准备好来大陆啊！好啦，这个我觉得我将来要不要做一集讲张雪那台机车？他妈他拆成零件来台湾组装起来就被扣押了，有没有这么怕啦？哎，好吧，那。歌结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啊，谢谢大家，拜拜。